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次我们来到北海道的美瑛富良野地区。其实5年前我们就有来过一次，这时候有点小小可惜的是天气没有到非常好，加上已经隔了蛮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就想说来个就地重游，顺便去一些上次没有去的景点。顺利租好车以后，我们就开始往富良野的方向出发。只能说北海道真的是太大，这一路上真的是开了好久，而且有点失算，路上完全都没有便利商店，所以建议如果要和我们跑一样路线的话，最好在机场就先买点东西吃，再上路比较好。真的是沙漠中的绿洲快点！第一站我们要前往的是美瑛富良野地区最有名的薰衣草景点富田农场。但因为这里实在是太有名了，不仅是薰衣草花季，还加上日本的连假，所以导致周边整个塞车塞到不行。无计可施之下，我们只好分头行动。这太夸张了！今天日本也是3连休，人超多的，看到好多人都在这边下车。停车呢也不用钱，进去呢也不用钱，完全是不收门票，超佛心的地方。5年前来到富田农场的时候就已经蛮惊讶的，这里竟然不收门票，整个超级佛心。而且里面的薰衣草花田有分成好几区，每一区都非常大。虽然刚才外面塞车塞得很严重，但其实进到园区之后，并不会太过拥挤。加上天气非常好，7月中旬的北海道也不会太热，正中午时间也只有31、2度左右，比起京都实在是好太多了。但我记得这边上面有一个更漂亮，先去看那个好了。快走啦！塞屁塞哦！是要等多久啦？又红灯。继续往园区里面走，来到的是Irotori no Hatake彩色花田。这一区的话，就是5年前来的时候的一个小遗憾。那时候因为天气不好，阴天又没太阳，所以没有办法看到它最美的样子。这次总算是出了个大太阳，看过去的景色非常漂亮，非常开心。很多人来到富田农场都会想要买双切饼来吃。那其实整个园区有非常多点都有在卖，所以不一定要急着在门口就排队买。
薰衣草口味吃起来是真的有薰衣草的味道，另外还有哈密瓜口味也非常推荐。意外的比想象中还要快很多，就停好车。其实停车场的位置还蛮多的，只是周边的道路比较窄，再加上车比较多，就很容易塞车。除了看薰衣草花田之外，富田农场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商店。除了一些伴手礼之外，也有卖着很多薰衣草相关的产品。如果有来到富田农场的话，一定不能错过隔壁的哈密瓜 House。Melon House。喜欢吃哈密瓜的话，是一个绝对要来的地方。这里可以吃到冰冰凉凉、超甜的北海道哈密瓜。虽然不便宜，但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又甜又多汁。超猛！很想直接抱一颗回去，但其实不便宜哦。北海道其实有着超多美食。这次我们来到的是富良野当地非常有名的汤咖喱。上次在札幌吃了苏拉给之后，就直接爱上了。不过吃汤咖喱真的要有心理准备，通常都会等蛮久。翻桌比较慢，再加上制作时间久，我们这天从写好名字到入座等了大概1个半小时。还有店里面有非常多的漫画可以看，打发时间。汤咖喱的辣度是可以调整的，如果完全不敢吃辣的话，可以选1或是2。敢吃辣的话，建议从3开始挑战。它的鸡腿已经炖得超级软烂了，一锅就开，然后混着咖喱的汤汁一起吃，真的超棒。那比起鸡肉，我更喜欢汤咖喱里面的蔬菜，尤其是茄子和马铃薯，真的是大推。第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富良野的万丰，刚好遇到在做促销，除了可以累积房晚以外，也可以在3连休中省下蛮多的住宿费用。它还有一个公共区域，除了有免费咖啡可以喝之外，还有微波炉等用品。然后旁边就是米奇诺，可以在那边买一些美食回来饭店吃也蛮不错。舒服的大床，万丰，所以老实说，里面整体很舒适、很干净，没有什么好挑剔的。洗面台，然后这边有个拉门，是可以把它拉起来。洗手间，这是 shower booth。好。第2天我们起了一个超级大早，会拼这么早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这天晚上要去住星野集团的抽马，打算要早点过去饭店那边吃午餐，还有使用那边的设施，所以想要趁早把今天的行程跑一跑。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怕遇到像昨天一样大塞车的状况，所以就老早出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有点起雾，但是开着开着天气就慢慢变好了。第一站我们来到日之出公园，
这里又是一个可以免费看薰衣草花田的景点。一早游客其实没有非常多，所以来这边拍照或者散散步都非常不错。第二站，我们来到了青池，是北海道道北地区非常有名的景点。虽然说白了，青池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湛蓝色的水池，但是想要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其实也要看运气。如果天气不好，或是下过雨之后，其实是看不到这样的状态。青池附近的游客非常的多。加上青池和世纪彩之丘其实非常近，也就是说，现在在青池这些的游客，等一下也都会去世纪彩之丘。那担心塞车的我们，就决定早一步过去世纪彩之丘这边。世纪彩之丘也是道北地区一个很经典的景点。也有非常多的旅行团安排来世纪彩之丘走走。世纪彩之丘本身的面积非常大，所以可以考虑步行或者是客金搭车。搭车的话，其实有两种，一个是搭他们的农耕机改的一个周游列车，然后另外一种是像是高尔夫球车这样。除了薰衣草之外，世纪彩之丘的花种更多，颜色也和富田农场不大一样，是一个可以好好来享受北海道道北景色的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吃早餐，所以在离开世纪彩之丘之前，我们买了玉米还有可乐饼回车上吃。比起可乐饼，玉米真的大推，超级甜，而且水分超多。它还有就是沾一点那种盐巴水的感觉，哦，真的是超级好吃。在前往星野集团托马姆之前，我们绕去了富良野的起司工坊。除了可以买到超好吃的伴手礼之外，这里的双麒麟也非常推荐。我们已经投了300块进去，然后发现不够100块，只好再投一张1000块进去，一共投了1300块，买一支400块的冰淇淋，也就是说我们拿了900块的零钱，900块的蓝山，很多。味道很浓郁，而且口感非常的扎实。绵密中的绵密。在北海道自驾玩的话，其实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距离都相隔蛮远的，所以安排一些像是起司工坊这样子的小景点，在开车途中下来走一走，吃点小吃，其实也还不错。我们大概在中午左右抵达星野集团托马姆，我们预计在这边住1晚，然后使用这边的设施。因为抵达的时间是中午，所以我们先来到里面的餐厅吃午餐。那北海道的另外一个美食就是成吉思汗烤肉，它其实主要是烤羊肉，
但因为是小羊，而且非常的新鲜，所以并不太会有羊骚味。每次来北海道，我们几乎都会吃成吉思汗烤肉，但在这里吃的成吉思汗烤肉和以前吃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这里的套餐组合比较多，比较适合多人一起分享。那除了羊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肉类可以选择。感觉上比较适合外国游客，或者是没有吃过成吉思汗烤肉的人第一次来尝试的餐厅。口味和菜色都属于蛮基本的，也没有什么羊骚味。不过因为是在饭店里面，所以价位会比较高一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都会待在星野托马湖。除了会去他们最经典的室内泳池之外，也会去看云海。相关的内容会在下一支影片再跟大家做介绍，请敬请期待咯。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拜拜。19